別再問為什麼錢越來越難賺了，別再問為什麼你甚至睡覺都在幫老闆賺錢，醒來還是一身債。如果你還在那研究什麼 K 線圖，什麼理財技巧，什麼努力奮鬥就能改變命運，我勸你先停一停，因為你可能連這個遊戲最基本的規則都沒看懂。這一期內容會非常枯燥，枯燥到全是數字和歷史，但這期內容也會非常殘忍，殘忍到會打碎你對錢這個東西的所有幻想。如果你想聽那種明天會更好的雞湯，現在就可以划走了。如果你想知道为什麼全世界這348萬億美元的債務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所有人頭上，而且永遠絕對不可能還得清，那你坐穩了。我們今天要聊的不是陰謀論，是赤裸裸的陽謀，是一個跨越了300年的局。在這個局裡，你是燃料，你是電池，唯獨不是玩家。先看個數據，現在全球債務總額大概是348萬億美元。這是什麼概念？這是全球 GDP 的3倍。也就是說，全人類不吃不喝幹3年，把生產出來的所有東西都拿去賣了，才剛剛夠還債。但這事兒有個巨大的邏輯漏洞，你想過沒有？張三欠李四錢，李四欠王五錢。如果全世界都在欠債，美國欠了幾十萬億，日本欠了一屁股債，歐洲也是個爛攤子，連發展中國家都在借錢過日子。那麼請問，這地球上所有國家都欠錢，這錢是欠給誰的？難道火星人借給我們錢了？並沒有。這才是最荒謬也最讓人絕望的地方。這筆債本質上是我們左手欠右手的，更準確地說，是絕大多數人欠極少數人的。但這還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，這個債務系統被設計出來，就沒打算讓你還清。不僅不還清，它還必須得越滾越大。一旦債務停止增長，你手裡的錢就會瞬間變成廢紙。是不是聽着很反常識？別急，要把這事兒說明白，我們得把時間軸拉回到300年前，去看看這個完美圈套是怎麼打下第一根樁子的。時間回到1694年，B點英國，那是大英帝國崛起的前夜，也是皇室最窮途末路的時候。那時候的國王威廉3世正跟法國人打仗，打仗打的是什麼？打的就是錢。槍炮一響，黄金萬兩，國庫早就空了，能收的稅都收了，能借的商人都借遍了。以前國王借錢很簡單，找有錢人借，許諾高利息，等打贏了仗，搶了戰利品再還。但問題是，英國皇室信譽太差，經常借錢不還，甚至把債主抓起來。誰還敢借？沒人借錢，前線就要吃敗仗，國家就要完蛋。就在這個節骨眼上，一個叫威廉·帕特森的蘇格蘭商人站了出來。這個人是個天才，也是個魔鬼。他看準了國王的軟肋，提着一個方案走進了皇宮。這個方案徹底改變了人類歷史的走向。帕特森對國王說：“陛下，我也知道你還不起錢，那些商人也不傻，他們怕你賴賬。但我有個辦法，能讓你拿到120萬英鎊的救命錢，而且聽好了，你永遠不需要償還這筆本金。”國王一聽，眼睛都直了。不用還本金？天下哪有這種好事？帕特森接着說：“你只需要做2件事。第一，你要承認這筆債是國家債務，只要大英帝國還在，只要你還能向老百姓收稅，你就每年哪怕是從牙縫裡擠，也要把8%的利息付給我們。注意，是永遠支付利息。第二，你要給我们这幫出錢的人一個特權，允許我們要成立一家銀行，這就叫英格蘭銀行。你要允許我們把借給你的這120萬英鎊的欠條當成錢來用，甚至可以根據這張欠條以此為抵押，引發更多的票據給老百姓用。各位聽懂這個邏輯了嗎？這才是金融史上最騷的操作。
在1694年之前，借錢是借錢，貨幣是貨幣，這是兩碼事。借錢得還，貨幣得是金銀。但帕特森這一招，直接把債務變成了貨幣。這幫商人們借給國王120萬英鎊的金幣，國王給他們一張120萬的欠條。然後這幫商人轉頭成立了銀行，拿着這張國王的欠條作為信用背書，印發了銀行券。老百姓一看，這是國王認可的銀行啊，這紙票子能當錢用啊。於是那120萬金幣其實還在銀行手裡，但市場上卻多出了120萬鎊的貨幣。政府拿到了錢去打仗，商人們拿到了永不斷的利息，還掌握了印鈔票的權利。誰輸了？只有老百姓輸了，因為國王支付給銀行的利息全部來自老百姓的稅收，而且市場上憑空多出來的貨幣稀釋了老百姓手裡真金白銀的購買力。這就是現代中央銀行的雛形，這也是國債這個怪胎的誕生時刻。帕特森並沒有發明錢，他發明的是把未來的稅收變現。他告訴統治者，你看，只要你保證以後能從老百姓身上收到稅，你現在就可以無限地預知未來。債務不再是壓死人的石頭，變成了統治者的金礦。從這一天起，英國政府就沒想過要還清這筆錢。為什麼要還？只要利息能付得起，這筆債就可以一直掛着，甚至可以借新債還舊債。債務變成了一種永續資產。這個模式太好用了，好用到後來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學會了。以前的國家有多少錢辦多少事，現在的國家是能借到多少錢就辦多少事。貨幣的錨從那一刻起，悄悄地從金銀變成了國家的負債能力。說得再直白點，就是國家未來能從你身上榨出多少油水的能力。但這只是第一步，帕特森只是造出了這台機器。真正把这台機器開足馬力，碾壓整個世界的是後來的另一撥人。如果你稍微懂點金融史，你一定繞不開這個名字——羅斯柴爾德。關於羅斯柴爾德家族，地攤文學寫的太多了，什麼富可敵國，什麼操縱世界。我們不談那些玄乎的，我們只看他們是怎麼升級這個債務遊戲的。如果說帕特森讓債務變成了貨幣，那麼羅斯柴爾德就是讓債務變成了跨國商品。19世紀的歐洲亂成一鍋粥，拿破崙打得整個歐洲滿地找牙。打仗就是燒錢，這簡直就是銀行家的盛宴。羅斯柴爾德家族最厲害的一點，不是他們有多少錢，而是他們搞懂了金融的核心——信息和流通。他們把5個兒子派到歐洲最重要的5個城市：倫敦、巴黎、法蘭克福、維也納、那不勒斯。這就像在歐洲大陸上鋪了一張網。別的銀行借錢給國家，還得擔心國家是不是被打亡國了。羅斯柴爾德不擔心，因為他們兩邊下注，或者說他們控制了賠率。最經典的那個滑鐵盧戰役的故事，我知道你們都聽過。但我想說的重點不是德納森·羅斯柴爾德怎麼靠那個著名的時間差賺了錢，而是那件事之後發生了什麼。那件事之後，羅斯柴爾德家族確立了一個規則：誰掌握了國債，誰就掌握了國家的命門。以前國王不喜歡銀行家，隨時可以賴賬。但在滑鐵盧之後，歐洲的君主們發現，如果沒有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支持，他們的債券在市场上就一文不值，他们就借不到1分錢去維持軍隊和奢華的生活。於是權力的天平傾斜了，哪怕你是國王，你也得看債主的臉色，因為債主手裡握着的不僅僅是你的借條，而是你整個國家的信用定價權。你的國債如果不被市場認可，你的國家就要破產。這時候，債務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了，它變成了政治問題，變成了控制一個國家的各種手段。你甚至不需要派軍隊去佔領一個國家，你只要控制它的債務，控制它的融資渠道，你就能控制它的政策。
想打仗？我不買你的國債，你連軍饷都發不出來。想修鐵路？我不給你融資，你連鐵軌都鋪不起。這就是這套遊戲的 2.0 版本，從單純的吃利息進化到了吃主權。但這還不是終局，因為這個時候貨幣還多多少少跟黃金掛鈎，銀行家們做事還得悠着點，畢竟金庫裡的金子是有限的。要想把這個遊戲玩到無限大，必須踢開最後一塊绊腳石，那就是黃金。在我們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，我们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。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，享受會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。別忘了關注才知道，並點擊小鈴鐺，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。我們剛才講了，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歐洲把國債完成了黃權，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情況有點不一樣。那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，美國是全世界最狂野的地方，那裡有石油大亨洛克菲勒，有鋼鐵大王卡內基，還有鐵路大王范德比爾特。那是個草莽英雄的時代，也是金融海盜的時代。當時的美國亂得像一鍋粥，銀行想開就開，想倒閉就倒閉。這幫搞金融的發現一個大問題，沒有一個帶頭大哥。每次一出事，老百姓就去銀行擠兌，銀行就破產，大家的錢一起玩完。特別是1907年那場大恐慌，差點把美國經濟幹廢了。當時是誰救的場？是一個叫 J.P. 摩根的老頭。這老頭狠到什麼程度？他把那幫銀行家全叫到自己的書房裡，那是他在紐約的豪宅，把門一鎖，鑰匙裝兜裡。他對這幫人說，今天誰不出錢救市，誰也別想活着走出這個房間。最後大家硬着頭皮湊錢，把危機壓下去了。但這事兒讓這幫頂級銀行家嚇出一身冷汗。他們意識到，靠摩根一個人的面子去救市，太危險也太累了。我們需要一個系統，我們需要一個合法的、由國家背書的，但控制權在我們手裡的超級銀行。我们需要把這種私人救市變成國家制度。於是歷史上最神秘、最不像話的一場會議召開了。1910年11月的一個晚上，有一列全封閉的火車鬼鬼祟祟地離開了新澤西。車上坐着當時美國最有權勢的幾個銀行家，還有參議員。為了保密，他們甚至不叫彼此的名字，只叫代號。他們對外宣稱是去喬治亞州的傑基爾島 Jekyll Island 打野鴨子，但這幫人連槍都沒帶。他們在那個島上密謀了整整9天。這9天，他們幹了一件事，起草了一份法案。這份法案在3年後，也就是1913年的聖誕節前夕，趁着大多數議員回家過節的時候，被偷偷摸摸的投票通過了。這就是聯邦儲備法。這就誕生了今天掌控全球命脈的那個機構——美聯儲的 Federal Reserve。在這裡，我要給你潑一盆冷水，特別是那些對美國抱有幻想的人。美聯儲 Federal Reserve， 聽名字既有聯邦 Federal， 又有儲備 Reserve， 感覺像是美國政府的國庫，對吧？錯啊，它既不屬於聯邦，也沒有真正的儲備。它和聯邦快遞沒有任何區別，本質上就是一家私有的股份制公司。它的股東是那幾家最大的商業銀行，政府在那裡面只是個打工的，真正的老闆是那幫在傑基爾島上打鴨子的人的後代。美聯儲的誕生意味着債務遊戲完成了最終極的進化。從這一刻起，美國政府想花錢不能直接印，他必須先寫一張欠條，這張欠條叫美國國債。然後美聯儲拿着這張欠條在賬本上敲一行數字，這就叫美元。看懂了嗎？每一張美元的出生都伴隨着一張國債的誕生。如果沒有國債，就沒有美元。
如果美國還清了所有國債，市面上所有的美元就會消失。所以，美國永遠不可能還清債務，因為它一旦還清，這個國家就沒有錢用了。這是一套完美的死循環。這幫銀行家把國家鎖死在了債務裡，利息永無止境地流向他們的口袋。但這還不夠，他們還要把這個套索套在全世界的脖子上。如果說1913年是給這頭怪獸裝上了牙齒，那1971年就是把關怪獸的籠子徹底砸爛了。在那之前，美元雖然是債務，但畢竟還要看黃金的臉色。你印35美元，金庫裡就得有1盎司黃金，這讓銀行家們很不爽，印鈔機開得不夠快啊。於是1971年，尼克松總統上電視說了一句廢話，大意是：對不起，各位，我們的美元以後不給換黃金了。這一刻，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金融詐騙正式上線，貨幣徹底變成了法幣，也就是純粹的信用。什麼叫信用？就是我覺得你值錢，你就值錢。從這一天起，印鈔票再也沒有限制了。債務規模像脫韁的野馬一樣狂奔。你看現在那348萬億的債，絕大部分都是1971年以後搞出來的。但這帶來了一個副作用，通貨膨脹。錢印多了，東西就貴了，這是3歲小孩都懂的道理。到了70年代末，美國通脹快爆炸了，物價一年漲10%以上。這時候，一個叫保羅·沃爾克的大高個站了出來，他是當時的美聯儲主席。很多人把沃爾克吹成通脹鬥士，說他鐵腕治國。但我今天要告訴你的是故事的另一面。沃爾克不僅僅是治好了美國的病，他順手把全世界的發展中国家，特別是拉美國家推進了地獄。這就是著名的沃爾克时刻。為了壓通脹，沃爾克把美元利率一口氣提到了20%。你知道這是什麼概念嗎？這就好比你房貸利率本來是3%，突然有一天銀行告訴你，下個月開始按20%還利息，你會怎麼樣？你會立刻破產，賣房賣車都還不完。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。在70年代，華爾街的銀行家們像推銷毒品一樣，把便宜的美元貸款推銷給墨西哥、巴西、阿根廷這些國家。那時候利息低啊，這些國家以為撿了便宜，借了一大堆錢搞建設。結果沃爾克一聲令下，利率暴漲，利息翻了幾倍。這些國家的財政收入連還利息都不夠。這不僅僅是還不起錢的問題，這是整個國家的現金流斷裂。這時候大戲上演了。當這些國家快要崩潰，說我還不上錢了的時候，美國沒有說那算了，我們重組一下。不，一個新的角色登場了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。 這個機構的名字聽起來像是慈善家，像是來救死扶傷的醫生，但在當時那些拉美國家眼裡，他是帶着手銬腳鐐來的法警。 IMF 对這些破產國家說，我可以借給你錢，讓你還上利息，不至於立刻暴雷，但是我有条件。這些條件是什麼呢？聽好了，每一條都是要把這個國家拆骨吸髓。第一，你要削減政府開支，這意味着你得砍掉教育，砍掉醫療，砍掉老百姓的補貼。第二，你要私有化，把你國家的自來水廠、電力公司、礦山、鐵路全都賣了。賣給誰？當然是賣給帶着美元來的外國資本。第三，你要開放金融市場，允許我們的錢自由進出，方便我們收割。這叫什麼？這叫結構性調整。說的難聽點，這叫主權抵押。通過這場債務危機，美國不僅收回了利息，還用極其低廉的價格買下了這些國家幾十年積累的資產。拉美國家哪怕到現在幾十年過去了，都沒有翻過身來。
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國家明明資源豐富，老百姓卻窮得叮當響，因為他們國家賺的每一分錢，在進入國庫之前就已經被劃走去還債了。沃爾克這一招不僅僅是金融手段，它是最高級的戰爭，不費一兵一卒，不用一顆子彈，僅通過調整利率就能摧毀一個國家的經濟，搶走他的資產，讓他的人民在未來50年裡都給他打工。這就是債務的威力，它比核武器更隱蔽，也更殘忍。到了這裡，你以為故事結束了嗎？不，這只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玩法。對於像日本、歐洲甚至美國自己的老百姓，他們還有另一套更隱蔽的收割方式。這套方式讓你在不知不覺中就把自己的未來賣給了他們。如果說對付發展中國家是用刺刀見紅的硬掠夺，那麼对付發達經濟體內部的老百姓，用的就是溫水煮青蛙的軟腳鯊。這套收割邏輯的核心不再是搶走你手裡的麵包，而是稀釋你勞動的價值，鎖定你未來的時間。第一刀，以信用為名的終身契約。這種收割最精明的地方在於，它看起來像是一種恩賜。在這些高度金融化的社會裡，他們為你搭建了一個極度便利的信貸體系。你想買房？沒問題，首付極低。你想上大學？沒問題，入學貸款隨借隨到。甚至你想買個包、吃頓好的，信用卡和消費貸都為你敞開大門。這種唾手可得的資金，實際上是一個精心設計的陷阱。對於發展中國家，資本是稀缺的，需要高息介入；對於發達國家平民，資本是過剩的，所以他們把它塞給你。一旦你簽下了那份長達30年的房貸合同，或者背上了需要還10幾年的學貸，你就完成了一次自我出售。從那一刻起，你不再是為了生活而工作，而是為了償還利息而工作。你不敢失業，不敢罷工，不敢冒險，因為哪怕1個月的斷供，都會讓你從中產階級瞬間跌落。這種債務鎖鏈比奴隸主的皮鞭更有效。奴隸主還需要管奴隸的吃喝拉撒，而現代金融資本家只需要坐收利息。你自己會為了保住徵信，哪怕996、007也要把錢送上去。第二刀，資產通脹與勞動貶值的剪刀差。但這還不是最絕望的，最絕望的是，你拼命工作還債，卻發現終點線在不斷後移，因為他們掌握了貨幣這個終極武器。每當經濟出現危機，通常是富人們搞砸了，政府就會開啟印鈔機進行量化寬鬆。這些憑空印出來的錢，並沒有流入到底層百姓的口袋裡變成工資，而是通過銀行系統優先流向了富人和大企業手裡。富人拿到錢去買股票、買樓、買核心資產。於是你看到了一個詭異的現象：經濟明明很差，股市卻在狂漲；工資明明沒漲，房價卻翻了1倍。這就是資產價格通脹。對於依靠資產增值的富人來說，這是狂歡；但對於只能依靠出賣勞動換取工資的普通人來說，這是洗劫。你辛苦攢下的存款，在飛漲的資產價格面前，購買力迅速縮水。這就是為什麼在日本、在歐洲、在美國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了躺平。不是他們不想努力，而是他們發現靠勞動致富的賽道已經被堵死了。無論你怎麼奔跑，都跑不過印鈔机的速度，也跑不过富人資產增值的速度。第三刀，被私有化的公共服務。最後，為了確保收割的徹底性，他們還將原本屬於公共福利的領域，醫療、教育、養老、基礎設施，通過私有化變成了暴利生意。在美國，生一場大病可能意味着家庭破產，因為醫療集团要利潤。在歐洲，能源價格飆升，因為私有化的能源巨頭要向股東負責，而不是向取暖的老百姓負責。當生存的基本需求變成了需要高價購買的商品，普通人就被徹底綁在了這台巨大的榨油機上。你的一生，實際上是在為保險公司、醫藥巨頭、
地產商和銀行打工。所以，這才是最恐怖的收割。他們不需要動用軍隊，不需要掠奪資源，他們只需要設計好這套金融規則，就能讓你心甘情願地交出自己的一生，還以為這是自由的選擇。這不僅僅是經濟掠奪，這是對未來的提前透支，是對希望的系統性滅絕。而這一切都在合法的、文明的、充滿數據的金融報表中悄无聲息地完成了。關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。